它绝对是影史上最虚伪的奇幻片，光看名字，90%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部温馨的童话故事，却不知道它真正的内核黑暗到你无法想象。它虽然是秘密花园的姐妹篇，却用截然相反的底色，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人性中最肮脏的算计与势力。可它却偏偏借此让无数豆瓣网友打出了8.4的超高评分，甚至稳居奇幻榜前3的宝座。它没有华丽的梦幻场景，甚至也没有一幕绚丽的色彩，却让你忍不住反复重温，回味无穷。那么今天就请你跟我一起走进这个披着童话外衣的现实主义史诗吧。然而故事的开始就是一场倒计时的幻梦。我们的小公主萨拉拥有着令人艳羡的一切，虽然自幼失去了母亲，但父亲却视她若珍宝。Papa? I told me that all girls are princesses.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be, my love, as long as you believe. I believe that you are, and always will be, my little princess. 直到他7岁那年，战争爆发，而父亲也马上要奔赴前线，于是他不得不将萨拉送到一所有名的贵族女子学校。校长殷勤地接待了他们。My, what a beautiful child. I was just telling Thank you, Amelia, that will be all. 赶走了助理后，校长便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学校里的课程安排，但萨拉却注意到了一旁默默打扫卫生的黑人女孩，却殊不知二人的命运将会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Come along, dear. 接着，校长带着萨拉来到了新的班级。萨拉精致的打扮瞬间吸引了全班女生的目光，而班级里的女魔头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竟把前桌女孩的头发浸到了墨水里，这让单纯的萨拉百思不得其解。但谁也不会想到的是，不久后萨拉也将成为女魔头的救赎。而由于萨拉的父亲位高权重，于是势利眼的校长对萨拉百般宽容，不仅只允许她一个人佩戴首饰，甚至还给她安排了一间超级豪华的卧室。 It's our largest suite. Thank you for all the care you've taken, Miss Mitchell. I want Sarah to feel as much at home as possible while I'm away. No expense should be spared. 为了不让女儿感到孤单，临行前，父亲送给了她一个洋娃娃。You know, dolls make the very best friends. Just because they can't speak doesn't mean they don't listen. Whenever you're afraid or miss me terribly, just tell Emily. And she'll get a message to me wherever I am. I'm going to be fine. 很快，父亲便踏上了征程，而萨拉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独自生活。却殊不知，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降临。而由于还未适应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萨拉第一天便错过了学校的早餐。他甚至不愿去上法语课，但这一次，校长竟对他厉声训斥。然而，当听到萨拉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时，一旁的法语老师瞬间傻眼。This child doesn't need to learn French. She practically is French. 这也让校长尴尬到无地自容。于是到了午餐时间，萨拉只是对给他盛饭的女仆说了一句谢谢，便再次被校长呵斥。那一瞬间，萨拉觉得餐桌上的气氛诡异的可怕。而数学课上，见到校长无情地嘲讽着没有回答上来问题的女同学，这让萨拉再次感受到了诡异的教学氛围。他越来越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想象中不太一样，陌生的环境、严格的制度、古怪苛刻的校长，让萨拉十分想念远赴战场的父亲，泪水滴答滴答地打湿了写给父亲的信件，却殊不知另一边的父亲也无时不刻地思念着女儿。直到这天，萨拉听到有人在走廊不停地哭闹，于是他缓缓地走上前去。You know, it's very hard to study with you carrying on like this. I want my mama! 得知洛蒂因为母亲的离世而难过，萨拉立刻安慰起洛蒂。I don't have a mother either. Where is she? In heaven, with my baby sister. But that doesn't mean I can't talk to her. I tell her everything. 两个天真的孩子就这样沉浸在幻想的天堂里，无法自拔，却浑然不知一旁的小女佣也正听得入迷。Hey, wait! 随后，洛蒂告诉萨拉，在这所学校里，黑人女佣是不能和大家交谈的。但萨拉却偏偏不在意这些不成文的荒谬规矩。她偷偷跟到了黑人女仆贝奇的房间，却发现贝奇正在用冰块缓解肿胀的双脚。I'm sorry I didn't.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miss? No. No, there's nothing. Well then,
Begging your pardon, but we'll both be in trouble if you stay. 但碍于学校的规定，贝奇还是将萨拉赶了出去，却没想到第二天房间里竟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礼物盒。贝奇小心翼翼地拆开盒子，里面居然是一双毛茸茸的棉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如此温暖的礼物。他迫不及待地穿上它，舍不得脱掉。很快便到了楼下女孩子们最讨厌的睡前读书环节，这里的每个孩子都要一一朗读书中的故事，可轮到萨拉朗读时，他却发挥想象，改动了书中的内容。孩子们从未听过如此有趣动听的故事，原本昏昏欲睡的他们竟瞬间来了精神。他们将萨拉围在中间，好奇地听着萨拉讲故事。但很快一旁的校长便发现了异常，他厉声阻止了一切。 What are you doing?I couldn't bear to see Charlotte marry that awful man, so I imagined a different ending. You imagined it. Well, from now on, there will be no more make-believe at this school during reading hour or at any other time. 但大家显然还都沉浸在萨拉刚刚的故事中，谁也没有把校长的话放在心上。为了继续听故事，到了深夜，几个女孩甚至偷偷溜进萨拉的房间，继续聆听萨拉讲着那动人的童话。而就连怯懦的小贝奇也常常躲在门外偷听。萨拉也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用温柔的目光、温暖的话语鼓励着自卑的小女孩。直到这个探望日，家长们如潮水般涌来，校园里处处都是重逢的欢欣。可萨拉却望眼欲穿，她始终没有寻到父亲的身影，她只能抱着艾米丽黯然神伤，却殊不知远方的爸爸已经体力不支，晕倒在战场，奄奄一息。转眼就到了萨拉的生日，校长甚至还为她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而其他的孩子们也都借着萨拉的公主光环，尽情地享受着快乐。却没想到此时一位律师竟突然造访，他告诉校长，萨拉的父亲已在战争中牺牲，并且政府还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得知此事后，校长立马终止了派对。 The party is over. 甚至直接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他强制结束了萨拉一切优渥的生活，让他换上了女仆装，从此也不许他再上课，他只能通过劳动抵债。更为过分的是，他还没收了萨拉所有的衣服和玩具，就连他装有母亲照片的项链也一并收走了。 You're lucky I let you keep that doll. I expect you to remember, Sarah Crew. You're not a princess any longer. 一夜之间，萨拉就这样从万人羡慕的小公主沦为了低贱的女佣。那晚，萨拉抱着爸爸送她的洋娃娃，彻夜未眠。她始终觉得爸爸还会回来看她。但自那以后，萨拉就好像跌入了地狱。她不仅不能和女孩们说话，干活时女魔头还经常过去挑衅她，甚至就连出门采购也经常被欺负。可就在此时，她的围巾被大风吹走了，萨拉赶忙追了上去。巧合的是，围巾正好落在了一名印度人的脚下，却殊不知这个男人将会成为她命运的转折。到了晚上，贝奇来到了萨拉的房间，却没想到他竟也给萨拉送来了一份礼物。And these are the mountains you always talk about. Thank you, Becky. It's beautiful. Why don't you tell your stories anymore? Just make believe. They don't mean anything.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曾给贝奇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与憧憬，可现在的他却再也不愿相信那些美好的幻想了。Papa, can you hear me? I'm so scared. 可即便他身处困顿，但心中的善意却从未被磨灭。那天采购时，萨拉被一名贵妇误认为乞丐，贵妇施舍给他几枚硬币，而由于出门采买匆忙，萨拉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便用这意外的馈赠买来了一块面包。可就在他刚准备咬下去的那一瞬，却看到了对面那一位带着孩子们当街乞讨的母亲。萨拉默默地走上前去，将手中的面包轻轻地递给了那个小女孩。那位母亲也心存感激地回赠了萨拉一只鲜艳的小黄花。For the princess. 而萨拉却将小黄花悄悄系在了邻居的门环上，但却殊不知那扇门背后的主人正是前几日遇到的那位印度男人。那晚，他又一次给贝奇讲起了童话。那一夜，他睡得格外香甜。恍惚间，他仿佛再一次看到了那位印度邻居。他
他就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用看不见的魔法逐渐地治愈他破碎的童年。然而神奇的是，自那之后，萨拉便不再沉溺于悲伤，而当校长再次欺压那名从未领到过工钱的男孩时，他竟与贝奇悄悄地将全部的煤灰倒进了校长的烟囱里。而听到校长惊慌失措的叫喊，二人也开心地大笑起来。甚至在为女魔头打扫房间时，面对她尖酸刻薄的嘲讽，萨拉也不再隐忍，她挥动手臂念起了一段自编的咒语。 What are you doing? I don't believe in this. 这可把女魔头吓得连连后退。直到那晚，班上自卑的女孩竟突然找到了她。You shouldn't be here, Ermengarde. It's too dangerous. Why don't you like me anymore? Did I do something wrong? No, of course not. 萨拉并没有解释自己处境到底有多么的艰难，她只是再一次给大家轻柔地讲起了故事。是的，真正的友谊从不会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改变。而为了帮助萨拉拿回属于她的项链，好友们竟合起伙来，趁着校长不在的功夫，偷偷潜入了办公室。可就当他们刚刚找到项链，校长却因忘带了一只手套而折返。好在机智的贝奇用尖叫声吸引了校长的注意，这才使得几个小伙伴顺利地偷溜了出去。而到了晚上，女孩们将这个惊喜送到萨拉手上时，萨拉激动得无以言表。她当即决定今晚一定要给大家讲几个更为好听的童话，以表感谢。却没想到孩子们激动的声音竟把校长引来了。他大发雷霆。 It's a cruel, nasty world out there, and it's our duty to make the best of it. Not to indulge in ridiculous dreams, but to be productive and useful. Don't tell me you still fancy yourself a princess. Good God, child, look around you. Or better yet, look in the mirror. 可此刻的萨拉却毫不畏惧。 I am a princess. All girls are. Even if they live in tiny old attics, even if they dress in rags, even if they aren't pretty or smart or young, they're still princesses. All of us.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萨拉的一番话竟莫名的让校长落泪了。但他还是将萨拉囚禁在阁楼上，并不准他下去吃饭。而萨拉却也并不难过，他依然靠着幻想和贝奇互相支撑鼓励着。却殊不知，隔壁的印度男人竟目睹了一切。于是第二天一早，当萨拉睁开双眼，便发现阁楼上仿佛被施了魔法。丰盛的餐食、华美的礼服，还有美丽的鲜花，这一切美得像是一场幻梦。两个孩子也尽情地享受着一切的美好。而到了晚上，校长终于发现项链不见了，他果断去找萨拉质问，却没想到阁楼上竟是这般景象。他更加确信了心中的猜测，他认为萨拉就是个小偷。 No! You're nothing but a thief.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hildren of this school from animals like you. But Miss Your Mitchell! things. You'll be leaving with the police very shortly. 于是他将萨拉反锁在房间，并报了警。而为了逃出去，萨拉竟将一根窄窄的木板搭在了楼宇之间。大雨滂沱的夜晚，萨拉顾不上危险，向前走去，却不曾想校长竟突然开窗抓住了他。可他却险些掉下楼去，他只能向对面爬去。可千钧一发之际，木板竟突然掉落。但好在萨拉抓住了对面的岩壁，接着又狼狈地爬了上去。慌不择路的他想从另一边的大门逃走，可校长和警察已经堵在了门口。就在他绝望之际，耳边竟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竟是他的父亲。萨拉果断地朝着父亲扑了过去，可父亲却十分抗拒。原来父亲在战场上倒下后，竟侥幸地活了下来，但遗憾的是，却失掉了所有的记忆。可不管萨拉如何哭喊，父亲仍然无动于衷。 Remember India and Maya? Remember the Ramayana and Emily and the locker with Mama's picture in it? No! 而此时的校长已经带着警察冲进了屋子，看到萨拉和他的父亲，校长也瞬间恍惚，但顷刻间又恢复了理智。他命令警察将萨拉强行带走。而就在萨拉被拖出大门的那一刻，而影片也就此走向了尾声。
其实回顾萨拉的故事线，我才懂，真正的公主不一定要拥有显赫的地位，也不是一定要多么富有和聪慧。萨拉用她稚嫩的肩膀告诉我们，即便穿着破旧的女仆装，只要有一个善良的灵魂，那么你便永远可以仰起头，做整个世界的小公主。或许现实中到处都有和校长类似的黑暗，或许没有人把你当成公主宠爱，但你要相信，我们的心底本身就蕴藏着足以对抗世界的魔法。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爱意可以填平苦难，而公主也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态度。它是你在低谷时的不卑不亢，是你对他人的温柔以待。这顶王冠不属于财富，只属于每一个善良、勇敢且自尊自爱的你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愿你们永远拥有爱与被爱的勇气，愿你们都能活成自己心中的小公主，愿你们天天开心，没有烦恼。我们下期再见，拜拜。